你再跟我多说一点关于李腾飞的事儿呗。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前段时间呢，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，就让那个姓叶的去调查一下。结果这姓叶的纯属糊弄事儿啊，什么也没查出来啊。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，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儿来，我当着陈老的面儿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的一大嘴巴呀。看在你这么对付叶知秋的份上，行吧。你想问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李腾飞的老家不是晋东县，是绥安县呢？我当时听周，李腾飞的同学说，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，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和全村人迁到了晋东。陈老的老家也是绥安县，这么巧吗？哎，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？哪年出生的？好像是88年。你确定是88年吗？怎么了？你一惊一乍，88年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不是，你现在听我给你分析啊。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，李腾飞刚出生不久，他爸爸就去了上海，而陈沪生，不是陈老，就是88年到的上海，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都是绥安县，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？那问题是他们一个姓陈，一个姓李，你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呢？也是啊。不过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。搞笑？他爸叫什么？哎，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，你说没事起什么唐朝皇帝的名字？他爸叫李世民，搞笑。你踩什么刹车？你吓死我你！陈老的原名叫陈世民，他改过名字这件事儿，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，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。郭夫人高兴的时候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？那叫菲菲的还那么多呢。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，你知道吗？这我哪知道呀？不是，他在你们那儿上班，你查一下紧急联系人，不什么都知道了吗？哎，你往哪看呢？我要回家，你听见了没？我去哪儿？全在这里了，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忙你的去吧。知道了。不管他干什么，你通通给我记录下来，随时跟我汇报。你要密切注意，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。一旦有这女人消息，随时跟我汇报。发什么呆呢你？出大事儿了！走开！出什么事儿？咱们俩要发财了。陈老，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要来烦我了。陈老，是这样，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，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，是关于李腾飞李总的。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呀？上次您吩咐叶知秋去查他的时候，我不是正好也在吗？那既然听到了，我肯定得给您帮帮忙，替您分分忧嘛。你倒是挺积极的。打听他什么了？啊，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，刚出生不久呢，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。
后来死在了上海。那会儿他才不到3岁啊。这些我早就知道了，还用你来告诉我？我还打听到，咱们李总的老家不是晋东，而是绥安。另外，我还听说，咱们李总的父亲叫李世民，他的母亲叫李应春。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，听不懂我的话吗？赶紧给我滚！我滚！你别生气，我。陈老听了是什么反应？有没有脸色都变了？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反而把我骂了一顿。这下惨了，要是让姓叶的知道了，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。你说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还骂你了？啊，他让我滚，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。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。走吧。傻。有道是，英雄莫问出处。你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潜力，坐怀不乱，临危还有机智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陈老，您过奖了。程福生，你居然背着我给这个女人写信！程福生，很好啊，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？是谁力排众议，让你做了我的丈夫？是谁帮你创办了玉兰集团？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，还惦记着那个孽种，你就给我从这里滚出去，从郭家滚出去，从玉兰集团给我滚出去！当初我能给你的，现在我也能亲手把它收回来。
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非常清楚了。什么时候签字？公司准备就此次收购召开一次发布会，签约仪式会放在发布会之前，时间在下周一。有什么意见吗？没问题，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。还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吗？暂时没有。太好了，正事总算谈完了。你们以后有安排吗？都这个点了，咱们4个好不容易聚到一起，一起吃个饭吧，我请客。又是方便面啊？先欠着吧，等忙完这阵儿了，让你请个大的。走了。老大，于总还有什么吩咐？小心点，陈无生。谢谢。大宇，你让老大小心陈无生是什么意思？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亡。这12个字你还不明白吗？谢谢呀。大宇，你怎么不把实话告诉他们啊？这种事情我怎么说得出口？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。会用这招对付老大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可不是嘛。我觉得大鱼说的挺有道理的，鸟尽弓藏，咱们可真得小心点。你以为我没考虑过吗？那咱们如果陈护生只是想利用咱们打败于鹏月的话，那的确像他说的那样，咱们需要考虑后路了。如果陈护生的目的不只是打败于鹏月，而是要继续把市场做大的话，那咱们的存在就有不一样的价值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还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？这块市场可以说是我们4个人共同做起来的，现在他们俩退出了，你我2人就是这个行业当仁不让的领头人。这种潜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也是公司资源的一部分。像陈护生这么精明的人，是不会轻易舍弃的。更何况咱俩又不是摆设，这2年做了这么多事儿，行业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只要市场还在发展，它就有用得着咱们的地方。只要鸟不被射尽，弓就永远不会被砸。哎呀，可是这么受制于人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，真的。放心，主控权还是在咱们手里的。再说了，他利用咱们，咱们何尝不是利用他呢？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，我们俩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现在的成面？有得必有失。既然咱们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只能按照这条路上的规矩走。怎么，这还没签约呢就膨胀了？还知道请我吃牛排？别说我现在有钱了，就算我当初没钱的时候，我咬咬牙也能请你吃得起这顿牛排。再说了，有美女大律师赏脸与我共进晚餐，对我来说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我管他签约不签约。臭屁！真的没有。小雨，说真心话，这2年你跟我一起征战沙场，对我不离不弃。我知道这一杯酒真的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，但我还是想说，
跑。喂，开玩笑。谢谢你，小雨。哎，行了，你这突然这么正经，我都不习惯了。好像是杨子。服务员。说真的，你们兄弟之间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聊一下？总不能一直这样吧？有些事不能勉强，顺其自然吧。来，喝酒。喂，你那怎么样呀？可以呀，你啊，我这就一碎嘴，到了1个多小时了，菜点了不少，唧唧歪歪讲了半天，我一口没吃上，一直在说什么他兄弟那些破事儿，情怀呀、梦想呀，唾沫星子喷了我满脸，害得我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。别提了，我以为他丫的多有钱呢，弄了半天就是个破打工的，浪费我时间。待会儿去酒吧呀，我非得狠宰他几刀不可。行了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带他过去啊，过了啊。看了，我刚才在厕所碰见杨子带的那个女的了，那个女的在跟她朋友打电话，说要把杨子带到酒吧去狠宰他几刀。那不就是酒托吗？是啊，这个杨子臭毛病一点都没改，见着姑娘智商就变零。哎呦，哥们儿，这项目1年研发，2年上线，3年垄断市场，4年哥们儿就纳斯达克。这么厉害啊！俗话说得好啊，鸟随鸾凤腾飞远。你愿不愿意跟我比翼双飞，就看这次机会了。这俗话又说得好啊，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，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这次机会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个电话。你先看。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那个我商学院的朋友。那既然没什么事儿，咱们都吃完了，出去走走呗。走啊，走。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咱们去前面那家酒吧坐会儿吧。不用去前面，就这儿不挺好吗？就在这儿喝吧。哎，不是，这家酒贵，咱们还是去前头那家吧。这附近你这么了解啊？杨新伟，不是，亲爱的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你的谁啊？这是我妹是吧，妹？是啊，哥。妹你个头啊！姓杨的，你家3代单传，你当老娘傻？你骗鬼呢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手抖了。杨新伟，他是谁啊？他又是谁啊？你好意思吗？我妹还没从月子里出来呢，你做个人行吗？啊！呀，手抖了。杨新伟，这都谁呀？一男一女的啊！不是，孩子小三怎么过来？哎呦，真的，你们俩真的演得太像了，真的，全浑身是太损了，太损了。你们俩刚才演真的太像了，连我都不信了，真的。不是我，
你这臭毛病这么多年还是没改，你能不能成熟点儿？谢谢你啊，都是兄弟，说什么谢谢？光阴会在脑海中收回一些悲伤玩笑的琐碎，像追随的影子。那个，在夕阳的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杨子，哭着笑着，青春一渐退。你那个房间我还给你留着呢。怎么了？真不打算回来住了？将当初的种种告别啊，先言不由衷。曾一起做的梦，要交房租吗？在那片天空，那是多大的风，都吹不散彩虹。至今最好的重逢，看遍沧桑眼中，还藏着少年的懵懂。曾一起做的梦，还在我的心中，被嘲笑的我宣布，北漂生活网母公司润海科技正式收购北漂房客网母公司 FB 公司54%的股权。此次签约仪式圆满成功。接下来是记者提问时间。请问李总，贵公司收购 FB 公司以后，北漂房客网是继续单独运行，还是与贵公司旗下的北漂生活网进行合并？在我们的计划之下，北漂房客网将在今天晚上正式关闭，并在1周之内完成所有的用户资料对接。今后，我们将以北漂生活网的方式继续为大家服务。北漂房客网这品牌将暂时予以封存。请问为什么不继续使用北漂房客网这一品牌呢？这是考虑到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对外形象，但是在未来，并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启用。请问于总，作为北漂房客网的创始人，您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你把孩子卖了什么心情？我现在就什么心情。请问于总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以前没钱的时候有时间，有时间的时候呢又没钱。现在我既有钱又有时间，当然跑舒服的地方待着去了。请问于总，房客网还有几个小时就正式下线了，请问你有什么话想对您的用户说呢？其实我们几个做了一个特别的版面，想说的话全在里面了。稍后会通过网站呈现给大家。那这个特别的版面具体是什么内容啊？这是个秘密，等晚上8点特别版面上线的时候，你们自然会看到。请问于总，听说你把这次股权所售出1/3的收入都分给了仍然追随您的员工们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们不愧是记者呀，什么都瞒不过你们。没错，他们跟了我这么久，遭了那么多的罪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可以说，公司能有今天的成绩，跟他们付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今天我把公司卖了，就必然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请问于总，您觉得北漂房客网已经完成了它历史的使命吗？行了行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好。这个嘛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非常的感谢。那此次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怎么这么快啊？
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午餐，还有精美的礼品。稍后呢，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有重大的消息要发布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出这么大的消息？去看看。不好意思，又抢了你的戏。没关系，早就习惯了。其实有时候，配角比主角还要出彩。只可惜他们往往只出现几次，而真正的主角才会贯穿全剧的始终。好吧，接下来就靠你这个主角自己在台上演了。我先退场休息休息，千万别演砸了，好多人可都盯着你呢。放心吧，我怎么会演砸？还是我大领带。祝贺你，真心的。谢谢。这个于鹏岳，把我们的发布会变成了他的主场。哎，那些记者到底从哪弄来的？之前有没有打过招呼？陈老，这些都是李总安排的，我不太清楚。行了，不要老是推脱责任。陈老，您千万别生气啊！今天再怎么说也应该高兴才是。于鹏岳那小子没了公司，他算个屁呀！他算个屁！你怎么不想想，为了格兰达擂台，我们花了多少钱？为了收购他们，我们又花了多少钱？陈老，李总说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您上去给大家讲两句。好，你说，我马上就去。好的，陈老。怎么自己一个人呢？他们呢？哦，他们说要忙着准备晚上的网络告别仪式，就先回去了。所以就把你一个女生留这儿了。我本来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，这不看这东西挺好吃的，关键还免费，我就想说那吃饱了再回去吧。看来于鹏岳这几个月是真不给你们发工资啊。本来以为他最多撑1个月，实不相瞒，差一丁点，我的小金库跟信用卡就要报废了。未来怎么打算？如果想要一张长期饭票的话，不妨来我这儿。多谢你的好意啊，可是我已经找到地方了。律师事务所吧？当然不是，我也有我的梦想呀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。刚好最近有一家私人的资金公司联系到我了，就希望我能加入他们，从事一些跟法律援助方面相关的工作。我答应他们了。那于鹏岳知道吗？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。哦，对了，小月。说。有一句话我藏心里很久了。今天不管什么结果，就当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吧。我。腾飞。不打扰你们了。陈老。
都准备好了。开始吧。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2天，一个是你的生日，另一个就是你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。对我而言，明白人生意义的那一天，就是北漂房客网创立的那一天。FB 公司成立啦！一直以来，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骄傲和自豪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现在也是我的梦想。然而，我所骄傲的，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创了历史，我所自豪的，也不是因为以此获得了成功，是因为我找到了一条路，一条让千千万万北漂从此不再漂泊，心血相连的路。没有人能比北漂更了解北漂。我们千里迢迢从祖国的4面8方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求学、求发展、求机遇、求财，都不是。我们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离开了不舍的父母，踏上了这片寄托着我们希望的土地。每当我们因为工作而心力交瘁，因为思念家乡、思念父母而感到难过的时候，我们多想有一个小小的港湾能够暂时抚慰我们的内心，给我们的温柔与希望，给予我们继续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。我深知你们的心声，北漂房客网正是在你们内心呐喊中诞生的，在你们的支持下成长。在这座小小的港湾里，我们相互支持，相互鼓励，分享快乐，共担痛苦，一起坚守，一起面对，一起呼吸，一起奋斗。二哥，加油！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看着太阳每一天从地平线上升起，看着自己每一天离梦想越来越近。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路走来。这条路虽然很艰辛，但却很难忘，很精彩。在这里，真的感谢大家陪我们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。太阳终究会落下，但终究会再次升起。再过一会儿，北漂房客网就要下线了。有无奈，有不甘，更有不舍。但是我相信，这条路没有断，就不会断。它已经深深地嵌进了我们每一个北漂人的心底。离开，并不代表结束，而是标志着新的开始。我真心祝愿一直以来关注、支持、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个用户、每一个网友、每一个北漂。在这里祝愿所有在大城市中为明天拼搏的劳动者，祝愿所有在这片土地上为了实现梦想而奔波不息的人，愿你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。请记住，拼搏没有终点，梦想不会告别。
怎么样？李总，那边怎么样了？点击量持续上升，1分钟前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超过了15万。完了，已经超过20万了。这个于鹏岳总算是消停了，他可是个难得的对手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您甭管他怎么浪，他也是死在了沙滩上，笑到最后的还是您了。哎，陈老，我敬您一杯酒。这什么酒啊？庆功酒。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。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。起高了，我是真有你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你马上去公司，给我盯着点。放心吧，陈老。北漂防控网的数据转移多少了？只转了不到20%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这2天北漂防控网的这个访问量、注册量、发帖量一直在增加。那这下线前的1个小时，增加了5万注册。哎呀，想想看，真是后怕。幸亏于总答应把公司给卖了，要不然咱们2家公司还不知道斗到什么时候呢。行了，别感慨了，现在大局已定，抓紧时间转数据。好，既然于鹏岳把责任交给了我们，咱们就得干得更出色。好嘞。喂，妈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？腾飞吗？我是你张六叔，你妈她……我妈怎么了？你妈她这2天一直觉得不舒服，说是心口疼，托我进城的时候帮她带点药。这药我家里还有点，今天吃过晚饭，我说先帮她送过去。谁知道一进院门，发现她晕倒在院子里了。我妈的人呢？我和村里人一起把她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里。医生说她可能心脏有毛病，说是要动手术。哎呀，腾飞啊，你快回来吧！你妈她闭着眼睛都在喊你的名字呢。我知道，六叔，我马上回去啊。麻烦你跟医院说一声，用最好的药，找最好的医生。这里治不了的话，咱们就去县里，去省城，来北方市。只要能治好我妈的病，多少钱都行。哎，李总，我正好找你有事。哎，对了，不准李总，这可是陈老刚刚吩咐的啊！帮我跟陈老请个假好吗？我妈她病了，我得回老家一趟。啊，不请假回老家？不是，那这边工作怎么办？现在正是要紧的时候，你这不是辜负陈老对你的信任吗？这儿工作没我也能进行，但我妈我只有一个。哎。喂，六叔。哎，腾飞啊，镇医院治不了，我们现在送你妈去市里的人民医院。你一会儿啊，直接去人民医院吧啊！哎，好的。哎，来了。喂，六叔。医生，他怎么样啊？目前来看，已经基本稳定了，不过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哎，对了，他的家属还没到吗？应该快来了。哎呀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手机关机了。刘叔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妈。
你母亲的病还是挺严重的，这次手术只是先暂时帮她脱离了危险，并不能彻底根除隐患。要想好起来，还要尽快进行第2次手术。还得手术？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手术吗？全国能做这类手术的，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专家。所以我建议你，还是带她到北方市去看看。我妈这情况，她什么时候适合转院？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。啊，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，别到了在现场。另外，钱的方面要赶紧准备起来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。医生，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？这个就不太好说了。没有医保的话，少则40-50万，多则60-70万，反正不是个小数目。